我是秦月影的舔狗，一天打3份工，为他筹备创业基金。功成名就后，他第一时间跟他的白月光庆祝，让我成了全城最大的笑话。我把离婚协议书甩他脸上，他却反手给了白月光一个耳光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脏了我们家墨轩的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秦月影是个一向节制的人，但他今晚少见的喝多了。一飞，他倒在沙发上喃喃自语，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失焦。这还是我们结婚以来，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。我小心地帮他换了睡衣，轻轻为他盖好了被子，转身拾起他掉在地上的手机，准备给他熬一碗醒酒汤。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我明天回国，我想见见你。一飞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好后悔。他又一次喊出了他的名字。我静静蹲在沙发旁，伸手为他拂去脸上的泪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我比不过韩一飞的光芒，这点我是知道的。大学时期，韩一飞当了3年学生会的会长，成绩也好，一直是年级第2。虽然长得没我帅，但家境优渥，父亲是校董。在外人眼中，他和年级第1的校花秦月影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大3、大42年，他们也确实爱得轰轰烈烈，一起上过山，一起潜过水，一起参加计算机设计大赛，还一起炸过实验室。连学校里的社管阿姨都能说出来几条他俩的恩爱事迹。但家境的差距成了他俩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最终，韩一飞毕业后在家里的安排下去了海外深造，把秦月影一个人留在了这里。他闭着眼，继续迷迷糊糊地念叨着：一飞，别走，别离开我。老婆喝醉了，一直喊着别的男的名字，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我想他会这样，一定是酒精作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断他：月影，那是过去的事了。他似乎没听见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韩一飞，你原谅我了吗？坐在寂静的房间里，我手中握着他的手机，还未来得及锁屏，微信的通知跳跃进我的视线。韩一飞的名字那么刺目，他向他发送了好友请求。我的心忽然变得压抑，喘不上气，手指颤抖着在屏幕上，目光徘徊在接受与拒绝之间。秦月影，此刻的你会想要回头吗？第2天做家务的时候，我无数次分心，我害怕他会去见他。但秦月影没去赴约，他下班后按时回家了，还给我带回来了我一直抢不到的限量版球鞋。我抱着鞋盒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。我的担忧、不安似乎都是多余的。是啊，我们是彼此唯一的家人了，他怎么会不在意我呢？但当夜幕降临，我即将进入睡梦中时，我又听到了那个名字，一飞。他的声音里满是温柔和遗憾，他没醉酒，却依然喊着韩一飞的名字。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苦涩。大学时的我也是爱慕秦月影的众多学渣之一，心里早早就有了他的影子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好不容易等到韩一飞为了前途离开了他，秦月影的生活却又陷入了无尽的颓废。他成绩一落千丈，没能考上研，再加上父母的突然车祸离世，秦月影崩溃了。在那段最黑暗的时期，他像丢了魂一样，每天睁开眼就是去酒吧，随便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喝到不省人事。没人知道他哭了多少回，只有我在旁默默地跟着他，看着他，帮他结酒钱，再把他搬回他的出租屋。秦月影的睡颜让人心疼。那时候的我下定决心，
要支持他去做想做的事，无论多苦多累。我开始做兼职，1份、2份，有时甚至3份。我卖过报纸，送过外卖，还当过烧烤店烤串的，只为了赚够钱，让他可以继续读书。我知道他注意到了，开始慢慢振作起来。他不再去酒吧了，开始趁我不注意，也偷偷出去兼职打工。我们都明白，生活不会向我们妥协。艰难的日子里，他也渐渐变得更加坚强独立。终于，他考研上岸那天，拿着戒指在大街上跪在我面前，红着眼对我说：“沈墨轩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我俩一个比一个穷，是没钱办婚礼的，花了9块钱领了证。这9块钱已经是当时他的全部身家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俩就成了彼此的全部世界。我跟秦月颖结婚8年，风雨同舟。我一直以为8年时光，他早已忘了那个负心的人，心也已经完全属于我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切是不是都可能是我的错觉而已？秦月颖熟睡了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慢慢的，我起身走向他的手机。此刻的我需要知道答案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投射出冷白的光，指尖轻触，解锁，进入他的社交应用。果不其然，他的通讯录中多了个人，韩亦飞，头像是个熟悉的侧脸。我的心一阵阵发紧，手在颤抖。不是说好了，过去了就不再回头了吗？醒来时，我望着天花板，试图理清昨晚混乱的思绪。秦月颖转过身，眼睛还带着朦胧的睡意，一如既往地微笑着问我要早餐。我摇了摇头，说今天起晚了还没做。他哦了一声，然后伸出手轻轻挽住我的手臂。当他试图贴近我时，我条件反射地退开了一些。他似乎感到了我的疏离，但并未多问，只是默默穿衣离开了卧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秦月颖似乎都有些心事重重。直到一个阴天，秦月颖回家后突然提出要跟我一起出去吃饭，我答应了。我想，这也许是能让我们好好谈谈的机会。然而，当我们到达餐厅时，我惊讶地发现韩亦飞已经等在那里。这几天笼罩在家里的怪异氛围终于有了答案。秦月颖的神色如常，没有过多解释，仿佛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。饭桌上气氛诡异，韩亦飞显然不自在，望向秦月颖的眼神里带着躁动。秦月颖却故作冷淡，和他的每一句交谈都泛着讥讽。月颖，你过得还好吗？韩亦飞试探着开口，声音略显沙哑。秦月颖轻描淡写，不错，应该比你好一点。我坐在一旁，尴尬地捧起水杯抿了一口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韩亦飞试图打开话题，回国后好像一切都变了，感觉很新鲜。秦月颖轻啧一声，当然，毕竟你错过了这么多年。韩亦飞笑了笑，但笑容有些勉强。菜陆续上桌，韩亦飞似乎想弥补些什么。月颖，记得你爱吃这个。他给秦月颖夹了一片牛肉，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。秦月颖却冷不防地来了一句：“我现在不吃那么多红肉。”韩亦飞愣了愣，随即尝试切换话题：“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公司做得不错，不错。”秦月颖的声音中带了一丝讥讽：“我不错的可不止公司。”韩亦飞没有回应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气氛更加尴尬了。坐在这样的餐桌边，我仿佛是个闯入他们世界的局外人。我终于明白，秦月颖让我来，只是要利用我来刺激韩亦飞，好展示他并未被过去左右。我只是今晚这出戏里的一个只为衬托的角色，而意识到这点的我开始如坐针毡。韩亦飞动作频频，不停地给秦月颖夹菜，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。服务员过来，
他立刻拒绝了他端来的冰水。他解释说，秦月影正在经期，不宜喝太冷的水。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他仍记得秦月影的生理期。我手中的筷子停顿了一瞬，心头涌上一阵酸楚。韩亦飞的细致，以及秦月影对我隐隐的冷漠，就像那杯冰水倾倒在我的心上。秦月影伸出筷子，察觉到韩亦飞的视线，他故意将香菜牛肉夹到我碗里，刻意在秀恩爱。8年了，我已经记不清到底跟他说过多少次我不吃香菜了。我的眉头不禁微微蹙起，拿起筷子，轻轻挑动着牛肉上的那些碎叶。他紧盯着我的动作，热情夹菜的笑容瞬间被怒气取代。你这又是什么脾气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香菜，心中一片荒凉。紧接着，他的愤怒很快化为一串串的控诉，指责我思想不开放，生活习惯差，工作不上进。周围的客人被这动静吸引，纷纷侧目过来。我手足无措地呆立在原地，成了全场最尴尬的人。韩亦飞试图缓和气氛，好了，月影，不都是过去的事了吗？但他的话似乎火上浇油了。秦月影的情绪完全爆发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过去的事？你当年就是这样轻易抛下我。秦月影拍桌而起，连桌上的餐具也抖了3抖。韩亦飞坐在那里，很快便红了眼眶，显然内心的情绪也极为复杂。随后，他无言地拿起酒杯，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，似乎想用酒精来洗清过去的债。秦月影看着他喝得狼狈，愤怒地挥手打翻了酒杯。喝那么多干什么？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韩亦飞抓住这个机会，说出了内心的后悔和亏欠。月影，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，当年的我太自私。他们开始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。韩亦飞记得秦月影每次胃病发作的模样，秦月影记得韩亦飞腿上留下的疤痕。这些细节无不显示出他俩对彼此的深情，而在我们8年的婚姻中，他却从来没有记住过我不吃的香菜。心中的委屈如滚烫的石块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想要离开，秦月影却说：“亦飞喝多了，我们得先送他回去。”最终，秦月影扶着韩亦飞上了后座，而我则默默地开着车。车内的灯光昏暗，外面的世界一闪而过。我看着后视镜中的秦月影坐在韩亦飞旁边，眼神忧郁地看着他，轻抚着他的额头。也许是车里的空间太小了，我感到局促、压抑，像是闷在罐头里的黄豆，走到哪里都透不过气来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内的气氛异常怪异，还没开出多远，韩亦飞忽然间开始发酒疯，猛地扑向方向盘。我的反应虽快，但拼不过韩亦飞发起疯的力道，汽车猛地偏离了道路。我努力想要回稳方向盘，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。一声巨响，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，我头晕目眩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幸好我们都系了安全带，没有受重伤。我挣扎着下车，查看车子的损坏情况。秦月影也慌忙下车，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去扶韩亦飞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韩亦飞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看起来并无大碍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却也知道此刻不是计较的时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留下处理这里的事情。”秦月影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，扶着韩亦飞离开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凄凉。8年的陪伴，所有的默默支持与付出，似乎都比不上秦月影心中的那份憧憬。如果那时他有的选，大概根本就不会选择和我在一起吧。我想，应对了交警询问，处理完事故后续，
我独自走回了家，家里静悄悄的，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。秦月影不在家，屋中除了我不断加快的呼吸声外，再无其他声响。手机震动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。兄弟发来了消息，说看见秦月影在江边，问我是不是把老婆气得离家出走了。看着那条消息，我感到莫名的心焦。我抓起钥匙冲出家门，此时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，但我顾不了那么多，直接冲进了雨中。雨中的江边，水汽蒙蒙，秦月影和韩亦飞并排坐着。我听到韩亦飞哽咽的声音和他的自责、道歉，声音中夹杂着雨声，一遍又一遍地传进我的耳膜。他在哽咽，他在道歉，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苦痛与后悔，诉说着这些年的流离失所。他提到了异国他乡的孤独，失去家人的痛苦，还有职业上的失败与挫折。这一刻的他，脆弱的不像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我看着秦月影沉默了很久，当他再次转身时，目光柔和，所有的愤怒似乎都已消散于这场秋雨。他缓缓地伸出手，手臂环绕在韩亦飞的腰间，他的声音带着一抹苦涩和不舍。亦飞，这些年，我一直试图让自己忘记你，但不管我怎样努力，你都会像影子一样跟着我。他的头轻轻靠在他的肩上，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。墨轩他对我很好，我以为我可以通过结婚来逃避我对你的怀念，但我错了。他停顿了，泪光在眼中打转，仿佛在回忆中挣扎，是否应该继续诉说那份压抑已久的秘密？我迟迟不敢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害怕他成为我无法回首的锚。沈墨轩给了我太多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他这份全心付出，因为我一直在欺骗，骗了他，也骗了自己。话音未落，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仿佛冻在了这场秋雨中。我眼睁睁看着秦月影从包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名片，将它们递给韩亦飞。明天去我的公司上班吧。韩亦飞揽着秦月影，他温柔地依偎在他怀里，随即他们手牵手离开。雨渐渐地大了，江风卷起了雨帘，他和他的背影紧紧相依，仿佛雨中的两棵树，互相支撑，互相温暖。而我只能远远地旁观，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影子。再次回到家里时，我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。一进门，我就发现秦月影的神色有些异常。他看到我时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并迅速收起手机。尽管他试图掩饰，但我仍然从他的表情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，还弄得这么狼狈？秦月影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疑惑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回避着他的目光。处理车祸花了点时间，雨太大，没打到车。韩亦飞呢？你没送他回家吗？我试探着问道。秦月影的眼神再次闪烁，他有些心虚地解释道：他半路又耍酒疯，我生气就把他扔路边了。他怕我不信，还刻意强调韩亦飞之前对他的伤害，试图让我相信他的说辞，言之切切，情之殷殷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估计已经相信他了。然而这个时候再去追究这些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累了，想洗个澡休息。我疲惫地说道，转身走向浴室。我帮你洗吧。秦月影突然说道，语气中透着一丝讨好。我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道，不必了，这8年我都是自己洗的，以后的日子我也会自己洗。说完，我走进了浴室，关上了门。温热的水流冲刷着我的身体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。我背靠在浴室的门上，身体顿时被抽干了力气，滑坐到地上。我感到心口一阵酸楚，
似乎所有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我无法动弹。定格在这一刻，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们的8年清晰地倒映在浴室的那扇磨砂玻璃上，随着4溅的水珠碎裂，连碎片都没能留下。洗完澡后，我没回房间，默默去了书房，开始联系律师，准备离婚协议书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秦月颖的行为越来越明目张胆，电话铃声频频，有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有时甚至是在半夜。他总是借口说是公司的事，然后匆匆离开家。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那些电话一定来自韩亦飞，但我已经不想去追究了。离婚协议准备妥当的当天晚上，他说要加班，我决定去他的公司找他，把离婚协议书亲手交给他。深夜的公司大楼显得格外冷清，我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心跳因紧张而加速。秦月颖的办公室门虚掩着，里面的灯光柔和地透出来，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在了门外。透过办公室透明的玻璃窗，屋内的那一幕像是放映机里故事的一部分，讽刺而悲伤。秦月颖和韩亦飞正共进晚餐，就在那张从前我们共用过的办公桌旁，他们彼此之间的谈笑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设想。韩亦飞轻巧地为秦月颖夹起一块牛肉，放在他的碗里。他这次没有拒绝，脸上的笑意也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。我感到一种迷茫与虚无的痛，这明明是我的妻子，我的爱人，而现在她跟另一个男人分享着我所未能达到的亲昵与默契。这不是愤怒，不是失望，而是彻彻底底的心碎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们8年的婚姻以及自己存在的意义，真的只不过是一场错觉。一道缝隙中射入的光照在门把手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门。秦月颖看到我的到来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就被他掩饰过去了。然而，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我更加确信了他和韩亦飞之间的关系。他突然变脸，故意打翻了桌上的饭菜，然后指使韩亦飞去打扫。看你干的好事，赶紧清理干净。我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着这场拙劣的演出。韩亦飞的表情中明显流露出愤怒和不甘，但他还是忍气吞声地收拾起地板上的饭菜。等韩亦飞收拾完地板，愤怒地摔门而去后，屋子只剩下我和秦月颖。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，一时间语无伦次地开始解释。墨轩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让他来公司上班，只是想报复他。我望着他紧张的面孔，心中却翻涌着冷漠的波涛。那些年的爱与无数个对他的宽容，在此刻化为尘埃。够了，秦月颖！我打断了他。我拿出离婚协议，直接摆在他面前。他的眼里闪过震惊，然后是慌张和难以置信。我们离婚吧，我平静地说道。秦月颖听到我说要离婚，脸色骤变。他开始手忙脚乱地解释，说自己和韩亦飞之间只是工作关系，让我不要误会。他不停强调说自己让韩亦飞来公司上班，只是为了报复他当年抛弃自己的仇恨。然而，我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解释了。我看着他慌乱的神情，心中感到一阵悲凉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。现在也该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，签了吧，大家好聚好散。秦月颖愣住了，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决绝。她颤抖着手拿起离婚协议书，看了又看，却始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我知道她在犹豫，在权衡利弊，但我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。我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秦月颖的挽救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。她买来了一箱箱的新款礼物，
像是想以此抚平我心里的裂痕。他买了很多新款的礼物送给我，从电子产品到名牌服饰，应有尽有。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也都被点缀上了新的装饰品，一起散发着他的努力气息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他亲自下了厨。我将信将疑地坐在餐桌旁，端起他精心准备的菜肴。然而入口的瞬间，那讨厌的香菜味道立刻充斥我的味蕾。我苦笑着放下筷子，心里的疲惫无法言说。离婚协议书的字签好了吗？我问。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迷茫、失落，釉上有不甘。他低声地说：“墨轩，回主卧睡吧。”我摇头拒绝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和他之间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秦月影似乎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，他皱着眉头，婉转提及韩亦飞的名字。你是因为他生气吗？我可以开除他，我保证不会背叛你。我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恳求，但我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，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。门铃凌乱地响，我还以为是秦月影又买了什么东西回来，打开门，却看到韩亦飞站在门外。你知道我和秦月影之间的事了吧？没有迂回，没有客套，他问得直截了当。韩亦飞的眼神挑衅而直接，他开始讲述他与秦月影的往事，怀旧的情绪使他的声音充满了情感。他谈到了他们的青涩时光，那段被时间掩埋却依旧炽热的爱恋。然后他说了一些近况，说秦月影给了他一份高薪的职位，还买了一栋昂贵的别墅给他。所以你来找我是要炫耀吗？我平静地问。韩亦飞冷笑一声，脸上是不加掩饰的得意。沈墨轩，你不觉得他和你在一起并不快乐吗？你为什么不放手，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呢？坐在沙发上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在这一刻异常理智，几乎没有情绪波动，与面前这个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男人截然不同。我猜到他来找我，是想确认秦月影最近对他的冷淡，是不是因为我在他心中还有位置？他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给他让位。他的尖锐言辞继续刺激着我。沈墨轩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绑着一个不爱你的女人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同情、怜悯。当一方已经决定放手，这场争夺已然失去了意义。我微微一笑，笑容中夹杂一丝释然。你知道吗，韩亦飞，无论人还是感情，从来就不是可以被占有的东西。韩亦飞显然没能理解我话中的意思，仍然卖力地对我嘲讽。你这是看着自己的妻子心里向着我而无能为力，所以干脆开始摆烂装大度了。我轻笑着摇头，淡淡回应道：我对秦月影的了解超过你的想象，对于他会迟疑和动摇也清楚得很。也许他心里永远都不会有我，但他一定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。说到这，我站起身，朝他迈进一步，凝视着他。别太自信，毕竟遗憾的价值就在于永远得不到，得到了就不是遗憾了。无论我怎么跟他说，韩亦飞都觉得我是在嫉妒他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咄咄逼人的自信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正当我们之间的气氛降至冰点时，门忽地被推开，秦月影走了进来。月影，你来了。韩亦飞率先开口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柔和。秦月影的视线在我和韩亦飞之间来回扫视。你们在这做什么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疑问和讶异。我转向他，冷冷地回道：在辩论。辩题是破镜重圆，是不是重蹈覆辙？你就是嫉妒我。韩亦飞听出了我话里的指桑骂槐，他气得脸色铁青。你嫉妒我和月影有不可替代的过去，嫉妒我能给他更好的未来。
听着他的指控，我轻轻一笑。他人就在这，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问问他。在两人的注视下，我拿出离婚协议书递给秦月影，声音平静又坚定：你该做个选择了。秦月影张了张口，最后目光定格在我身上。墨轩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听到这话，韩亦飞一脸难以置信，他的声音开始因怒意而颤抖。你怎么看到了吧？我打断他，他只爱他自己，我都只不过是他利己主义游戏中的棋子罢了。秦月影突然上前一步拉住我，想要解释。不是这样，你误解我了。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拉着我衣袖的手，嗤笑出声：承认吧，秦月影，你从来都是一个既要也要的人，而一旦发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，你一定会选那个最保险的选项。无论那个选项对面站着的是谁，不是真的选择了我，他只爱他自己。我对此早有认识，我不怪他，这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的保护色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更遗憾自己尽管经历了8年时光，仍没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我只希望他能明白，喜欢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秦月影听到我的话，眼神急速闪烁，眼角汇聚起豆大的泪珠，深呼吸好几次后，才勉强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有一丝不忍，但我知道现在的心软只会让未来的彼此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而此时，一旁的韩亦飞似乎被彻底激怒了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双拳紧握着朝我挥来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秦月影快速地走到他面前，果断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阻止了他的动作。他的态度坚决，眸中充满了怒火。韩亦飞，把你自作多情的样子收起来，我看着恶心。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韩亦飞愣住了，举着的拳头还没放下，脸上错愕的表情暴露了他此刻的无助。秦月影气呼呼地把手收回，脸上带着不耐烦。你之前也抛弃过我一次，我们扯平了，现在从我家滚出去。韩亦飞愣在原地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反应，愤怒与尴尬在他脸上交织，无法置信这从秦月影手中突然而来的羞辱。他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在离开前留下了一句狠话：你们给我等着。然后便愤愤地出了门。门一关，屋内陷入窒息般的沉默。秦月影疲惫地抱膝靠坐在门上，她的声音颤抖，似乎是在哭泣。对不起，墨轩，对不起。我站在那里看着他，心中的愤怒和痛苦已然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疲惫。月影，从始至终，我们都不过是在各自的舞台上演着属于自己的戏。你选择了自己的路，而我也将走我的路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慌乱，仿佛这才明白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迷恋他的人。我的话里没有责备，没有苦涩，只有坦然和解脱。秦月影无言地看着我，他终于明白，在这关于爱情与选择的抉择中，是没有回头路给他走的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韩亦飞似乎并没有因为那晚的冲突而放弃对秦月影的纠缠。他抱有一线希望，不断的电话，突如其来的登门，企图能够挽救那段本已摇摇欲坠的关系。然而，他的死缠烂打终究是没能改变秦月影的决定。在无数次的推拒之后，他真的履行了他的承诺，将韩亦飞从公司中开除了。在那之后，秦月影立刻找到我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试图修补关系的渴求。墨轩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，对吗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早已是千疮百孔。此刻听到他的哀求，
却只感到了深深的疲惫。月影，已经决定好的事，不要再回头了。我们明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。我拿着双方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说道。秦月影的眼眶再次红了，她低下头，声音颤抖地问：既然如此，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？我想和你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我问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去的那家小餐馆吗？他轻声说。我想去那里吃最后一顿饭。我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好吧。那家小餐馆依然跟记忆中一样，简陋而温馨，菜单上依然是那些便宜平凡的菜肴，但再也回不到当年我们津津乐道的日子。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整顿饭我们都没有开口说话，桌上是碗碟的交错，心里却是各自的沉默。相顾无言的一餐吃完，秦月影突然抬起头看着我。墨轩，谢谢你陪我来这里，这顿饭就当是我们对过去的告别吧。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我们走出了小餐馆，夜风带着一丝清凉，仿佛要将这段过去一扫而空。分别的路口，秦月影的目光里流露出不舍与悲伤。她望着我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。韩亦飞被秦月影开除之后，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。他尝试找了几份工作，但因为硕士长时间延毕，归国后第一份工作又是男秘书，没有大企业愿意要他。他看不上那些发来邀请的小企业，积蓄也很快就花完了。走投无路的他，不得不独自一人在租住的破旧公寓里，成日与酒瓶为伴，醉生梦死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韩亦飞便坐在昏暗的房间里，对着满地的空酒瓶发呆。他的眼神越来越空洞，思想也变得越来越极端。他开始怨恨这个世界，怨恨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，尤其是我和秦月影。这种不正常的心理逐渐扭曲了他的心灵，让他产生了复仇的想法。所以当他看到我和秦月影站在路边时，他想都没想地抢了路边的一辆出租车向我们冲来。一束炫目的车灯迅速扩大在我们眼前，我听到了秦月影尖叫的声音，感受到他猛地将我推开，紧接着一声巨响，世界便陷入了黑暗。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头上缠着一圈绷带。医生告诉我，秦月影在车祸中为了保护我受了重伤，生命垂危。听到这消息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竟然在最后关头选择舍自己而保全了我。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他的病房，看他躺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身上连接着各种管线。我心中的不安尽数化为了无尽的自责。走到病床边，我轻轻握紧他的手，泪水不听话地涌入眼眶。秦月影的眼睛缓缓睁开，虚弱地望着我，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墨轩，我总算做了一件对的事。韩亦飞因醉驾和故意伤人被判了9年。这场意外像是剧烈的风暴，过后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。医院的白墙和消毒水的味道围绕着我，我躺在那里，身体没有大碍，而脑海中重复播放着秦月影护我于垂死之间的画面。秦月影的行为无疑动摇了我的决心，我真的对她有了感动和感激。那种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。我想和你谈谈。最终，我还是决定跟他谈谈。秦月影点了点头，看向我的眼眸里充满了忧伤和不确定。这次的事情，我感激你，真的。我停顿了一下，心中的决定也更加清晰。但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一个韩亦飞，你还是决定要跟我离婚。他的声音几乎是低语。
我深深看着他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对他说：“月影，我们的确是不适合。我俩之间会走到今天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在观念上的差异，而并非因为表面的摩擦。如果勉强在一起，最终留给彼此的或许就只有痛苦了。”那时，我看到了他奋力保留尊严的样子，也看到了他因为做出选择而释然的表情。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了离婚的程序，一切都比想象中要平静。可能是因为经历的太多，愤怒和伤痛在大风大浪中平息了。民政局门口，我们没有说再见，因为我们或许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。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伤感。但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我们曾经深爱过，但现在我们要各自安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